只有500米的这个跑道，它是有一点坡度的啊。这一段呢就是山，那边呢是一个断崖。如果说飞机起降失败的话，它要么就是撞到这边的山体，或者是说从那边的断崖上会掉下去。That means run is okay. Yeah, it's no problem. 明天我即将飞往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啊，尼泊尔卢卡拉机场。我委托酒店的前台帮我订的这个机票啊，我刚刚才拿到这个机票的确认函。我突然发现上面居然把我的名字还有性别都给我打错了啊！我问了一下那个酒店的经理，他说没问题，我们尼泊尔的管理没那么严格，可以登机。所以明天我就要拿着这份可以说是错漏百出了这个机票确认函啊，登上前往世界上最危险机场的航班。如此而起的订票过程，让我原本坦然的心态不禁起了一点变化。然而没想到的是，更加不靠谱的操作还在后面。现在已经到达了尼泊尔首都啊加德满都飞机场，国内的航站楼就是后面这个，看上去就像一个汽车站一样。这里就是前往卢卡拉办理值机的柜台了。这一眼看过去啊，简直就真的是非常像一个汽车站的售票窗口一样。我发现值机柜台后压根儿没有托运行李的传送带，我的行李被工作人员直接用手拎了进去，包括我自己压根儿没有经过安检，直接就来到了候机厅。现在就换到了登机牌啊，这个登机牌比较特别啊，就是上面是没有固定的座位号的，也就是说上了飞机之后想坐哪个座位都可以啊。整个登机的过程都感觉就是非常的随意。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非常危险，任何一个很小的问题都有可能造成机毁人亡的严重后果。而这趟飞行中，从核实乘客资料到分配座位、行李安检，都透露着一股子漫不经心的随意，让飞往世界上最危险机场的本趟航班蒙上了一层吉凶未卜的阴霾。现在坐上了这个接驳巴士啊，这个接驳巴士看上去就像那个农村客运一样啊。不知道待会儿我们要坐的这趟航班是不是所有的乘客都已经在这一趟接驳车上了？看上去只有大概包括我在内，可能只有5-6个人的样子。待会儿要乘坐的飞往卢卡拉的飞机都是选用的小型的螺旋桨飞机，它一般都是低空飞行啊。一会儿前往卢卡拉的机场那边的天气也会非常的多变，而且它最主要的是它的跑道只有500米左右。机场的选址向来非常复杂，修建的位置、周围的环境、气象条件、配套设施都是必须严格谨慎考量的因素。而卢卡拉机场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腹地的山谷之中，地形条件太过特殊，最终修建出的机场跑道仅480多米，而且跑道一端是断崖，一端是山脉，无论起降都危险重重。可想而知，执行这条航线飞行任务的机长需要多么丰富的经验与强大的心力。现在我们这个农村客运车后面啊，就拖了2车，就是应该是咱们这趟飞机上的托运行李啊。我的行李应该也就在里面。走到一半，这车停了啊，好像是我们后面拖的那个行李车上有2个行李掉下来了，那个工作人员然后他在地上捡那边的行李。一会儿我们要坐的就是后面的这一趟飞机了，非常的小，看样子这趟航班也就是我们这车上的6-7个人了。看到后面的行李倒是不少，估计是以货运为主了。这种小飞机的这个行李舱可能是实在是太小了。我在这看到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个机舱客舱里面的凳子啊拆了很多出来，行李舱里面放不了啊，可能要把一批货放在这个客舱里面，在线拆座椅啊。我这个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上飞机了啊 ！Hello， 哇哦，好狭窄的过道啊，感觉我就是蹭了个货机啊。这个客货混装的感觉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后面的座椅全部被拆掉了，只留了1、2、3、4、5、6、7，只留了7个座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这趟航班上只有7个乘客，好狭窄啊。坐了一个第1排的座位啊，前面就是机长，跟我之间就隔了一个薄薄的薄膜，手都可以直接伸过去了。这种状态就感觉很随意，跟其他乘坐的那种民航的经历非常不一样。起飞之前本想发个朋友圈，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如果有什么万一，那不如就让留白成为我的告白。现在飞机已经起飞了，非常的噪音非常的大。上来了之后，其实现在看得到这个飞机其实非常的小，内部空间很小，只有2排的座椅啊，1排坐2个人。就是说，如果是乘客全部坐满的情况下，也只能坐10来个乘客的样子。由于目的地机场跑道仅有不足500米长，大型客机根本无法起降，所以飞这趟航线的飞机都是小型螺旋桨飞机。乘客虽少，空乘也还是有的，
只不过全程没有任何服务，他以非常丰富的乘坐经验陪着我们坐了一趟。由于飞行全程仅30多分钟，飞机也比较小，所以全程都是低空飞行。当飞机进入了喜马拉雅山脉上空，感觉机身几乎是贴着窗外群山的峰顶飞过，一边近距离欣赏雪山，一边又默默地担心飞机会不会与群山距离太近。机长则与副机长谈笑风生，甚至中途还翘起了2郎腿。我已经看到前面的跑道了，只有500米的长度，只有一次机会啊！这个起降过程全靠机长的这个人工操作啊，地面没有塔台，没有雷达。虽然我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这条500米长的跑道真的出现在眼前时，我还是被这身临其境的险震撼住了。终于在500米的跑道即将结束时，小飞机停了下来。降落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捏了一把汗。这个后面的乘客都非常的淡定啊，因为看他们的样子，他们都是本地人，应该也是不止一次坐这个飞机了。Hello, you are living here? We live in Nanjing. You afraid? Yeah, a little. Yeah, I've heard this airport is the most dangerous airport. No, you think not dangerous? 后面是一个尼泊尔本地人啊，但是他觉得一点都不害怕啊。我看到我的行李了，能不能在这把它拿走？飞机刚刚降落，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下飞机了，效率很高。刚刚我问一下来接我的那个向导啊，问他觉得这个机场比较危险吗？他说不会，他觉得非常安全啊。下面的这条跑道就是刚才我们降落的那条只有500米的这个跑道，它是有一点坡度的啊。这一段呢就是山，那边呢是一个断崖，所以说如果说飞机起降失败的话，它要么就是撞到这边的山体，或者是说从那边的断崖上会掉下去。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处于一片山谷之中啊，这个地方也是地面上是没有塔台、没有雷达的，飞机的降落过程必须靠机师的，是个人独立完成，没有任何的地面配合。You work here for many years. 10 years. Do you know this airport is called the most dangerous airport? You know? Yeah, all people say most dangerous airport. Yeah. But do you think so? No. No. You think it's safe? yeah, safe. You work these years. Do you see any trouble in the flight? Yeah, many times travel. Many? Yeah, many times. Many people first time come here. Yeah. They say many dangerous. Yeah. But you work here, so you think it's not dangerous? 这个机场啊，就是经常会发生那个事故，因为起降非常的困难啊，一旦发生了一点小的问题啊，是没有纠正的机会的。然后刚刚问了工作人员，他也是目睹过好多次这个飞机的起降事故啊，但可能他经常在这工作啊，心理上可能没有太大的感觉。也许这就是幸存者偏差吧。卢卡拉机场近年来发生起降事故的数量已达2位数，最近的一次事故造成除机长外10多名乘客全部遇难，它的实际危险程度远比它在当地人心目中的状况要高许多。这个卢卡拉的机场，它不仅是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啊，它也算是我生平到过的最特别的一个机场啊。这个地方呢，不仅仅是一个机场，还是一个机场，很拗口，没说错啊。看下面啊，下面真的是养着鸡啊，这个里头有几只鸡在这个楼梯的下面啊，算不算是很特别的一个机场？机场的全貌啊，站在我这儿就能够一览无余啊。这里有4个停机坪，也就是同时能停4辆飞机，然后那边呢就是一个有坡度的跑道啊，有坡度的跑道。这个飞机呢，如果从这里起飞的话，它是俯冲下去的，是下坡的；然后从这里到达的话，它是上坡的啊。既然那么危险，那为什么要飞？在没有机场之前，卢卡拉和尼泊尔其他无数个孤岛一样，除了人力和处理，没有其他任何交通方式可以抵达。在保持困顿的生活与冒险但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这2选1的抉择面前，本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既然永远不会知道明天与意外哪一个先来，那不如勇敢地拥抱明天，哪怕意外到来，也能毫无遗憾地告别我曾精彩的活过。